虽然我对坐飞机已经很有经验了，但是我想提醒各位一句：无论你怎么样有经验，你下飞机都得回头看一看座椅上有没有掉东西。这我才买了第2天，已经少了一只耳朵，这比丢了整个耳机都要难受。我现在在瑞士的日内瓦，除了这个耳机更让我心情，别的都很棒。这里真的很漂亮，超级美。然后这次我们来的品牌也很独特，是他们积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们的表，他们的表一大特点就是你看。它有2个表面，它是 Reversal 系列，然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设计，以精工制造，还有他们独特的整一个全生产线、全流程而组成。那这一次来瑞士，我们拍的样片和以前也不一样，以前我们都是拍大景航拍，但这次我们准备了各种微距镜头来向你体现这个国家独特的地方。这次样片肯定很不一样，我们开始吧。样片日记，瑞士。瑞士这个国家真的很独特，不像隔壁法国那样浪漫，也不像意大利那样热烈。瑞士总是给人一种冷静、一丝不苟，甚至有点不解风情的感觉。这里的雪山、湖泊还有草地，也像是被反复打磨过的画面，干净又精致。这看似松弛缓慢的生活节奏，其实一切都在一套高效又严谨的规则里运转。伴随着日内瓦街头的钟声响起，让我们开启这场关于瑞士、关于时间的样片收集之旅。今天算是拍样片最糟糕的天气了，就应该像这种天气。但是这时候是最体现一位职业摄影的水平的，就是真正厉害的摄影啊，是能在阴天给大家出片的。我们的微动摄影师 Vino 就能做到这一点，纪元也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啊都能在阴天给大家出片。我话先替他们说了，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我们等待他的回答。瑞士的人超级喜欢吃芝士，所以我们就过来吃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东西，叫做芝士火锅。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个味道，他们一定要让我试一下。Thank you。好，这个才是重头菜。它怎么个吃法？它就直接弄吗？来，我教你怎么吃。快启发我。快启发你，就是你先买面包片，然后插上。谢谢你。先烫好。好吃。这居然是好吃的，好吃啊！这居然是好吃的，各位。虽然难以置信，但是面前这个咕噜咕噜冒泡泡的这个芝士火锅居然是好吃的。这个就像披萨上的那种芝士，能给你拉满的状态，除了超级咸，别的没有问题。好咸。我尝一片它的肉。肉也可以裹的。肉可以吗？它是可以把肉下去的吗？可以的。品味一下芝士裹肉，我第一次这样吃。我感觉我身体的体液已经开始析出了，就和那个草履虫被撒了盐以后一样，已经就化掉了。我可以接受别的，大家记住，上面有的这个标志的这个芝士，中国人不能试，好不好？这个我真觉得真的有吃惯中国菜的人能够吃得了这个味道吗？所以你得试一口，你必须得试一口。你这在嘴里，第一口你觉得还好，你会觉得我们是在跟你开玩笑。第2口、第3口，你看没？慢慢它会浮上来这股味道。它像你在一片田野上见到了一只向你走来的绵羊，这只绵羊慢慢走过来，突然把它的屁股对准了你，然后它后退到了你的脸上，撒了2泡尿。真不巧的时候，同时你嘴巴张开了，这个东西就这个味道。准备进样片吗，各位？这一餐就吃到这了，只是试一次就好，第2次我就受不了了。价格我们压在这，5个人大概吃这些钱，你觉得值吗？这一桌菜。我们去的前几天，这瑞士的天气像是那锅奶酪一样，让人有点下头。但也正是在这种不完美的天气里面，反而让一些平时不起眼的细节变得生动了起来。
这里这个地方很有意思，看起来是一个瑞士的大水管，但不是啊，这里其实是一个 CERN，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里有的世界上最大的量子对撞机，就是在瑞士和法国这边，他们交界点这边。核心的原理其实就一个，就是说白了，把两个粒子加速到接近于光速，然后撞在一起，这样也许能够发现宇宙的奥秘啊，就是宇宙构成我们的最基本的这些东西，它到底是什么？但你仔细想想，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为了把这个东西加速到接近于光速，他们要把一个超长27公里的管道全部都降到很低的温度，实现超导，然后再把粒子给加速加起来，所以能做出很离谱的东西。但这是什么玩意儿，我是真不知道。你看过《三体》吗？我看过。看过《三体》我看过。看过《三体》，你知道那个三体人是怎么样锁死人类的吗？用质子，物理学不存在了。你知道质子锁死的就是这里吗？在小说里面锁死的就是这儿。真假的？就是这儿。为什么？因为你对撞的时候，你可以发现物理的本质。简单来说，逻辑上推算上是这样。假如这个时候有另外一颗东西把那个东西撞掉了，破坏了实验的结果，人类就永远没办法得到这个真实的数据了。没有数据就没法解锁物理的真正秘密，没法解锁秘密，人类就没有科技进步，人类就被锁死了。所以等到三体人来的时候，人类还是在目前的科技就能被轻易的宰杀。所以当时质子锁死的就是这些机构，就是中国的，当时全世界的都被质子干扰了。就得不出结论了。就是如果说这个量子对撞机，它把粒子加到接近于光速，这时候你突然站到中间，让那个东西打中你了，你会怎么样？我会进入黑洞。我会穿透，我会被它穿透。对，如果是一颗粒子，不会有任何变化，就和宇宙射线打中你是一样的。但如果是一束粒子，你会被一个非常小的创口，但是被完全击穿。曾经就有过一个人，在这个实验过程中，不在这儿，但是在另外的，然后在那个粒子撞过来的瞬间低头，然后穿过了他的大脑，然后他说他看到了比太阳还亮的光，然后之后就出现了长期的精神状态和精神问题。这真的有这么一个人，我可以把他名字压在这，你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他的故事，就是他确实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少有的一个人，被这种接近于光速的粒子束给打中过的人。离开了 CERN 之后，我们起身前往瑞士制表业的核心产区。那说起瑞士制表业的历史，用如今时髦的说法，就是产业集群。包括积家在内的很多品牌，他们的工坊都集中在一个叫做乳山谷的地方。早在18世纪，这个乳山谷便开始了制表工业。这里四面环山，位置偏远，冬天又特别的漫长。那早些年，人们几乎没有什么事可以在冬天做，就只能待在家里，一点点打磨钟表零件。久而久之，反而把精密制造这件事做到了极致。一代代人，一款款机芯，成就了如今的瑞士制表业。那在拜访积家工坊之前，我们也先尝试自己组装了一块 Reversal 的表壳。Alright, so I'm ready to learn from the master. You will be learning a few things, I hope. So, together we're going to assemble just a case to go from what you have here all the way to something like this. So, a fully functioning reverso case. Okay. So that's your goal. Okay. It will be harder and harder. The more steps we do, the more difficult it will be. Only 2 more to go? Yes. Yeah. Very nice handling of the screwdriver. 我想这么说啊，就是视频因为剪出来，你感觉现在我可能只花了10秒钟就把这个拼好，但跟你说，我已经在这边待了1个半小时，我已经实在是力竭了。就是我只是为了把它拼好，就他们已经都帮我组好了，只差把这个东西滑进去，就花了1个多钟头。我现在你看我现在样子已经是啥样了？这个感觉就是成年人的终极乐高，就是如果你喜欢拼乐高，也许你来这里会有更好的人生。Perfect. ta da! Well done. Congratulations, you did it perfectly. 我只做它的外壳已经把我弄得不行了，但它真正金贵的是这儿，这个心才是真金贵。你看它就一跳一跳，它就在呼吸，但这是人类造出来的，没有电池，纯粹的物理结构，震撼。这个很酷哦，这个叫做 Reversal， 也是积家非常有名的一个系列。然后你看它这个表是可以一推，然后翻过来，你会有另外一个表面。你不觉得很酷吗？它两面都是运行的，然后但运行的逻辑又不一样，然后就这样，你可以根据情况来选择你想要什么表面。这我觉得还挺天才的，也是他们很独特的一个设计。这个手感超级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可以说是积家制表工艺真正的宗师殿堂，全球大约只有35位大师级制表师在这里工作。那能进入这里的人几乎都有10几年甚至40年以上的制表经验。
那作为以机芯闻名的品牌，机家这次也向我们展示了一枚极具代表性的作品185机芯4面翻转腕表。它将多达11项复杂功能精妙地浓缩进了这枚单一机芯驱动的4面翻转的腕表之中。那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台被佩戴在手腕上的微型天文仪器。This is still under assembly or did it yet? It is very complicated to assemble. Okay. And Wow, I can't even count the details. There's so much details. Oh my god. Wow. That's incredible. So you are in charge of making this specific watch for how long though? 6 or 9 months. I assembled all the parts.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ike doing your job and assembling watch? 20 years. 20 years. Yeah. That's crazy. Only for the GJL Gold. But like, how do you feel the improvement over the 20 years? Do you feel like your improvement is like gradual or it's like gradual, yeah. It's gradual, right? I began to the encasement, and after the complication, perpetual calendar, minute repeater, and now the quadratic. Wow, so it's always gradual, Yeah. step by step, step by step. If you look, you have one dial here. Yeah. It's perpetual calendar. It's the name for the date here. It's a grand date. And the reverse side. It's the reverse. You have hour. Yeah. Or yeah. Minutes. Little minutes. The minute repeater. Yeah. You listen? Wow. Hour. Quarter. 2, 3 quarter. And now minutes. That's craz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me to see it. 14. It's time. 12. Yeah. 49. That is crazy and all mechanical. All mechanical. 哇，这个老哥太离谱了，就是他用了整整9个月来造刚才看到的这块表。然后，假如你买了这个表，但前提是这个表不会便宜啊。假如说你这个表后面有问题，你寄回来，机家这边会确保这块表100%还是由他来做调整，而不是由别人，因为这个必须要这个工匠本人才知道哪里可能会有这个问题。这次机家也给我们展示了这块全新的 Reversal 翻转系列鎏金装饰腕表。那说实话，单论功能，如今的手机和电子表早就远远超过了机械表。那来之前我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到今天仍然有人会对这些精密齿轮如此的着迷。但当我们真正走进机家，走进他们的工坊，你会看到这些制表师对于复杂工艺的执着还有热爱，代代相传的工匠们沉浸其中，把时间给雕刻成了一门艺术。那或许这背后的故事，才是当今腕表真正的价值所在。那如果说 CERN 代表的是人类对于宇宙和物理规律的理性探索，那乳山谷承载的就是人类对于机械之美以及对于计时这件事最浪漫的想象。我觉得我们现在团队分工还是挺明确的，就拍样片这个东西，我们目前目标的比例就是，40:1，就是实际上拍40分钟，差不多能换出来给你的1分钟。但是你想是实际拍40分钟，所以这就意味着40分钟的有效拍摄时间，相当于一天你最多就只有80到120分钟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我们一天能够拍出来剪给你看的只有3分钟，然后剪辑师再一筛选，可能我们一天的努力能换回来给你的1分钟到2分钟的素材。哇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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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了 Michael！ 我第一次见到带滑轨在缆车上拍的，爽拍了，爽拍了，摄影师的一种快感，就是在这，多巴胺直接分泌满。
来样片日记之前呢，我会对器材呢会退烧，然后每次一出来呢，又想买了，又想买了，哎呀，但是呢，我就觉得太大了，现在是不是科莫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真的吗？真的有人会随时把科莫多带出去吗？可能就世界上就这么几个人会干这个事儿吧。不过我们公司是这样，我们公司7周年的礼物是这个任选一个35000块钱的任何的东西，就是影音类相关的，你买电视也行，什么都行。然后10周年的话是哈苏，但我要不要给一个选择，就你自己也可以选。就是各种各样的设备，然后其实我们还在和机家的老师说，他们那边因为是可以定制的，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的照片定在这个机家的表，它翻过来的这个 reversal 的另一面，所以我在想，也许10周年给大家选一个表也行。他们说有一个公司定了100块金的机家，给他们的员工做激励，我不知道是哪家公司，他们不能，真的吗？是哪家？是一家叫 Million Stone 的公司，你知道吗？这种时候智商就高了。Do you hear about that？ 英文也会说。God damn！ 我的妈耶！瑞士人太会享受了。你看，这里放满吃的，然后那边就是雪山，然后后面你看这么大的一个餐厅，就我们去过很多餐厅，但这应该是最漂亮的餐厅了，就没有之一了。其实我觉得阿尔卑斯山跟国内最大的区别啊，就是。其实景色吧差不差，但是它这里海拔低。你在国内要看到这个，得5000米左右。对，就是人就得到5000米，然后山得更高。但阿尔卑斯山呢，2000米，2000，这样就没有高反。对，就非常舒服。是的，正常我们样片日记都只能吃快餐，难得有时间坐下来，正好在景点里面有这样的东西，美妙，太美妙了。你嘴上这个酱，无敌了。香，然后我就要说经典台词了，那就让我们吃的美味的薯条，听一段大家喜欢的音乐，看一点样片吧。If you shine, I shine reflections like moonlight. If you drive, I'll ride from the city into midnight. If you fight, I'll fight like a wild storm, let it lightning catch fire.Catch fire, catch fire. Let fire catch fire, catch fire. Contagious blaze in time. This whole place might burn. But if you stay, I'm safe.Inside. 我真的很推荐各位，如果说你有朋友也喜欢拍视频的话，你得和他出来试一试扫街拍视频，尤其是拍夜景和雨夜，这种伙伴的感觉特别好。但是拍照不一样，因为拍视频是一个更团队协作的事情，然后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调好各个东西，然后来拍。其实有点像拍胶片了，但是又是动态的思维，所以我挺推荐的。我感觉今年我们公司就是开始分段专业化，或者说，去掉我的这个情况开始变得多起来了。但我挺开心的，就说明公司有伙伴能够走出来，不只是一个，完全依靠我的风格来运营的一个频道。尤其是影视飓风这个主号是这样，剧多多那些更是不一样，因为那是各个分制的组，这还挺好的，有一种慢慢我可以稍微往后多一点时间来思考的一个状态了。我跟你说，这个垃圾桶有很多说法。什么？这垃圾桶有说法？这个垃圾桶非常有说法。你看，这样我们拍样片真的需要4个人，就是义军像我们制片，其实也得一直在这边摆架子啊、拿架子，然后我当然有时候也参与一下，但是就是真的得要4个人才能玩转一台好的摄影机。这也是，哎，有轨电车来喽，来得及吗？来得及，来得及，上轨道。人家以为我们是偷自行车的人，跑这么快。有轨电车，还有距离到达还有10秒钟，10、9、8、7、6、5、4、3、2、1，运镜，精准划过，无敌！哦呦，这个前景小小的一遮挡。
想这个节目就在这边结束吧。我们刚刚看完这个表展，我觉得还挺开眼的。我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这个展会。然后今年我开始变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出差真的是卡死的，就是2天时间换一个国家，2天时间换一个国家。然后我就发现，就对精神压力确实有点太大了。我一年飞了240多次，然后飞了60-70万公里。所以这个强度真的有点高，所以今年我开始尝试把整个拍摄周期拉长，故意去拉长。像这一次我来了足足有6天的时间来瑞士，然后和大家一起拍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挺开心的。真的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就有说过，欧美人啊，他们缺点不说，但他们有个优点，就从来不对自己休息而有愧疚感。然后我得实话说，我这1年都在努力，但是我发现我做不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休息，我就是有愧疚感，这很糟糕。就是我不知道，可能我性格是这样，但是博主行业吧，因为你没有个明确的参照物，然后别人更新，你就会有一种隐性的焦虑和压力在，然后你就会忍不住，就是去想这个事情。可能我性格就是这样吧，就是表面上比较佛，但实际上又不是特别想输的人，然后就弄得有点痛苦。那今年的话，我就希望我能够再努力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我的制作周期刻意去拉长一些，这样也许你会感觉我的状态也会更好一点。不知道你们的感觉啊？那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也别忘了给我们点赞、3转发。也非常感谢机家这次邀请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有一个非常快乐的旅程，各位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他们的表，非常独特的设计，然后做得非常精致。然后呢，我们的样片都已经在我们的官网了，可以随意去下载，都是免费的。那么我们下次见。